这节课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这种菱形格的画法啊，也就是说一些这个其他形状的，除了因为上节课大家也可以去做一下这个关于棋盘格的画法，画了这两个，然后但是如果画菱形格的话，实际上跟就是咱那个原来的基础上进行一些小演变，比如说我们在进行这个线条绘制的时候，缺好光疗笔啊，缺好彩绘胶。那个取胶呢，也是一定不要刮有胶珠，刮有胶珠的话，一定要快取快画，不要等的越久，底上的胶珠就会越大。然后去好胶之后，比如我们要画斜向的格子，那么在甲面上随便在一个位置，在甲油胶之后啊，彩绘胶就是那个底色之后，画一条斜线，斜线画好了之后，咱这边去画一个平行线条，也就是说把我们的这个竖向格子给它旋转一下，对吧？这边画好，这边每个格子大小位置差不多，不要区别太大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再去画一些交错类的线条。如果你想画的很标准的话啊，我们注意好每个线条的一些间距，对吧？你看这不是一个菱形格出现了吗？网状的格子。但如果说你要画一些不规则的这种格子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在定线的时候去定一些不规则的形状。看一下啊，我把这个先擦掉。这关于菱形格，菱形格无非就是横线、竖线要做好这个标注点。我先说一下这个偏不规则的形状，那我们就是来这边扭过去，对吧？随便画啊，来中间再放大，再放大一下这个。这个叫干了，肯定是刚刚照到灯了啊，刚照灯。好，画下来，这边由细到粗，再往这边去走，你看一些不规则的。这个也可以斜的，也可以歪的、直的，无所谓啊，无所谓，你们自己去决定。对对，一些不规则的色块也是如此。所以说你怎么去定线，这种菱形格也好，其他什么形状也好，它就怎么去进行绘制，好吧？来，咱画一个小标准的偏菱形格，菱形格图案。洗一下笔用比较好了，我再去取彩绘胶。那我们如果想画对称一点的话，那么我们一定记得来，在这边我们先去画一个交错的小叉，定好中间点的位置啊，然后这边跟它交错过来。比如说这个叉，大家首先画的要对称一些，画好之后，我们再去这个叉的基础上进行平行线的绘制。哎呀，蹭了一下，进行平行线条的绘制，注意好间距。对吧？这边画好之后，这边一样，这边定这边这条线的时候，为了保证这个点这些点的统一，就是这个格子对称，那就这个格子对应过来哦，你定好一个点就可以了，这俩只要对称，那么两点连接线条再去做对称，你看这个格子就是一个很平行的小菱形格，对吧？就是定好中间格子，哎，这两个点对称，有一个点能对起来，其他就没有问题，剩下的不需要看太多，参考太多，只需要画大线条的平行线条就可以了。这种网状格子画好之后，然后我们拿这个彩绘胶也好啊，甲油胶也好，你们喜欢的这些胶去进行填色处理。就是我点点的这些地方，我们都是去进行填色。最终填完的颜色就是接近于这种的，无非就是线条的粗细，也就是说我们在定的时候间距的大小，间距的大小就代表着格子的大小啊，在这里，间距大小代表的是格子大小，好吧？然后这里呢就是给大家留出来，然后不再去画了，你们去尝试一下，注意好间距以及线条的粗细啊，同样跟画棋盘格一样，就一定要先学会画棋盘格，你的菱形格自然也就会了，好不好？